一位至今仍活跃在镜头前的英国灵媒，一位早在80年前就已经过世的美国先知，再加上一卷诞生于1300多年前唐朝的中国预言奇书，这三者之间本来八竿子打不住，他们说著不同的语言，活在不同的时代，用着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窥探那团叫做未来的迷雾。可是当我们把他们对2026年，对中国，对这一场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所留下的话语，一句一句摊开来，并排放在一起对照的时候，连最铁齿的怀疑论者恐怕都要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三股来自不同时空的声音竟然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结局。更吊诡的是，就在这三大预言仿佛首次完成交叉印证的同时，现实世界里一场全球瞩目的高峰会刚刚在北京落幕。川普与习近平这两位星球上最有权力的男人，在人民大会堂里又是握手又是国宴，留下的却是一份没有联合公报、没有全面协议的奇怪结果。台面上他们谈的是贸易，是稳定，是合作，可台面下呢，外界开始流传一个让台湾人脊背发凉的字眼：秘密交易。到底是谁在这场大棋局里被悄悄放上了赌桌？2300万台湾人的命运，难道真的要被写进一份我们看不见的协议里吗？如果连美国总统都靠不住，连预言都说中国即将天翻地覆，那台湾人真正的活路又到底在哪里？别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从这三位预言家开始，一层一层把这团迷雾拨开。我必须先说在前头，预言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宁可信其有，也别全信其真。我们今天不是要吓唬谁，更不是要贩卖末日，我们是要在这些古老的低语和冰冷的国际现实之间，帮你找到一条清醒的，能让自己站稳脚跟的路。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先说第一位，那位我们频道的老朋友，英国的帕克。关于帕克的来历，熟悉我们的朋友早就如数家珍，我就不再多费唇舌了。我只提醒你一件事，这位被外界称为末日先知，也被叫做新诺查丹马斯的人，这几年让人不寒而栗的正是他那串长长的命中清单。新冠疫情的爆发，英国女王的离世，川普2016年的当选，这些他都号称早早就看到了。而到了今年，他更被信徒们疯传，提前说中了中东那场惊天动地的变局，伊朗最高领袖的陨落与核子设施被精准打击。一个又一个本来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预言，在过去这一年里接连成真，这才是帕克最让人睡不着觉的地方。那么，帕克对2026年的中国究竟说了什么？他的核心预言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会引爆政治动荡，而这场动荡会在2026年主宰全球的目光。请注意他的用词，他说的不是战争主宰世界，而是中国内部的不安主宰世界。在更早的版本里，帕克描述的更具体，他说他看见中国将会发生一场巨变，而这场巨变的引信会在台湾周边的海域被点燃。某一个发生在台海附近的事件，加上越来越频繁的天灾，会像火星一样落进中国这个巨大的火药桶。紧接着，香港会有动荡，连蒙古一带都不会平静。而在这一切的废墟之上，他说中国最终会走向一种全新的受到孙中山思想启发的民主模式。你听出味道了吗？在帕克的剧本里，台海不是被入侵的受害者，台海是那根点燃中国自身命运的火柴，而那个被改变的不是台湾，是中国。帕克还有一个更劲爆也更具争议的预言，他说他感觉在下一场美国大选前后，世界会发生某些可怕的事，比如一场战争导致美国被迫启动紧急状态，川普因此必须继续留在位置上。他甚至大胆地把这场危机和中俄之间某种程度的联手连在一起。当然，这个说法直接撞上了美国宪法的天花板，连川普自己都说不太可能。可帕克就是这样，他总是把话讲在所有人都觉得荒谬的那条线上。我们先把帕克的剧本放在一边，记住3个关键词：中国经济崩、内部动荡、台海点火。接着，我们把镜头摇向大西洋的另一端，摇向一个已经沉睡了80年的美国人。第二位是被称为沉睡先知的艾德加·凯西。如果说帕克是当代的网红灵媒，
那凯西就是预言史上一座沉默的高山。这个人活在20世纪上半叶，从1901年到1945年，他在一种被称为沉睡解读的奇特状态下，留下了超过14000次的记录，内容横跨医疗、灵魂、文明兴衰。他被记载的成绩单同样惊人，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与结束，1933年大萧条的缓解，甚至预言了2位美国总统会死在任上，以及美国国内将会爆发的种族冲突。这样一个人，他对中国说了什么？这恐怕是整个谜团里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部分。早在1944年，在那个中国还深陷战火、满目疮痍的年代，凯西却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预言。他说，中国有朝一日将会成为基督精神在人们生活中真正体现的摇篮。而在1943年，当一位即将前往中国的出版商向沉睡中的凯西问起中国的命运时，凯西承诺这个国家将会迎来惊人的转变，这个转变会带来更多的民主与更大的宗教自由。他还说了一句后来被无数人反复咀嚼的话，他说，这一天会很遥远，遥远到以人类计算时间的方式来看，仿佛遥不可及。可是在神的心中，那不过是一天而已，因为明日中国将会觉醒，明日中国将会觉醒。而凯西的眼光还不止落在中国，他对另一个共产巨人俄罗斯也留下了同样惊人的预言。早在那个冷战尚未拉开序幕的年代，他就说过，世界的希望将从俄罗斯而来。他特别强调，这个希望并不是当时人们所说的那种主义或制度，而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一种每个人都愿意为他人而活的精神。他预言这个希望会慢慢成型，而未来的俄罗斯会在与美国的友谊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凯西心中描绘的是一幅整个世界格局彻底翻转的长卷，旧有的铁幕终将锈蚀剥落，而东方与西方会以一种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重新被连接起来。凯西甚至预言，人类文明的重心终将从西方缓缓地移向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但同时，他对美国也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美国是不可被外力征服的，唯一能击垮美国的是他自己内部的纷争，而美国未来的世界领导地位将会与另一个崛起的强权共同分享。你发现了吗？一位活跃于今天的英国灵媒和一位在80年前就闭上眼睛的美国先知，他们隔着漫长的时光竟然描绘出了同一幅画面。中国不会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它会经历一场由内而生的巨变，然后走向某种更开放、更自由的形态。帕克说那是受孙中山启发的民主，凯西说那是觉醒与更大的自由。一个说经济崩盘是隐性，一个说那是命中注定的觉醒之日。两个西方的声音对上了，可这还不够。真正让这个谜团封顶的是来自中国自己土地上的第三个声音。一卷1300多年来让无数帝王将相又爱又怕的奇书，第三位不是人，是一本书，叫做《推背图》。《推背图》相传是唐朝2位奇人李淳风与袁天罡所作，全书用一幅幅图画配上隐晦的谶语和宋词，预言住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替。1000多年来，它被历代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他们既想知道天意，又害怕百姓也知道天意。在所有的图像当中，有一项这些年被海内外的解读者们反复拿出来咀嚼，因为它被认为和当今中国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这就是推背图的第46项。这一项的配图画的是一位紧握着拳头的老者，面容威严，不怒而威。他的谶语只有短短16个字：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而他的宋词是这样写的：有一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几句话这些年在华人世界里掀起了滔天的解读巨浪。先看那个核心人物白头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许多解读者，包括海外不少评论者都提出，这位终结旧格局的关键人物一定是来自外部的，因为在那样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里，他们认为内部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撼动那座大山。
邪恶的土壤只会长出邪恶的果实，无论谁上台，体制依旧。所以，能够带来终结的力量必须来自外面，而且必须是一位年长的、拥有强大实力与威望的人。放眼今天的世界，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解读指向了一个人，那位年近80、头发花白的美国总统川普。而最让这些解读者兴奋的是那4个字：杀不用刀。他们说，这不正是当今最常见的那种较量吗？不动一兵一卒，靠的是关税，是制裁，是科技封锁，是把对手的经济一点一点掐住的金融大旗，暗暗阴霾。他们联想到中国北方春天那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东边门里伏金剑，他们解读成地缘政治的暗中布局，甚至有人玩起了拆字游戏，把一人代工3个字合起来，刚好是个夷字，暗指那位来自外邦与旧格局对立的人。而这一项最后那句勇士后门入地宫，更是让无数人浮想联翩。有人说，这暗示住一场宫廷里的政变，一位勇士从后门悄悄潜入了权力的核心。但也有更谨慎的解读者提醒，入地宫3个字只是进入，并不等于登顶，更不保证彻底取代原有的政权。从进入权力中心到真正坐稳那把龙椅，中间还隔着一段不容小觑的距离。所以这一项的结局到底是改朝换代后的归于平稳，还是另一种更出人意料的走向，比如一场大分裂的开端，至今众说纷纭，谁也说不准。更让这群解读者津津乐道的是一个关于插刀人的传说。网络上流传的某些版本说，从这一项的字句里能解读出2位向那位最高领袖下手的关键人物，而他们的姓氏恰好一个姓张，一个姓刘。巧的是，前几年那场军中火箭部队的大整肃，被带走调查的2位副司令，恰恰一位姓张，一位姓刘。这究竟是预言的应验，还是一场捕风捉影的巧合？又或者只是当权者疑心生暗鬼之下的一次清洗？这事儿真的不好说，太不好说了。我再强调一次，这些都只是后人的解读与联想，听个乐子就好，千万别信以为真。当然，我必须非常郑重地强调，这些统统只是后人的穿凿附会，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谁也无法证明那位1000年前的唐朝奇人真的看到了今天的这一切。把任何一段模糊的古文硬套在某个现代人身上，本来就是预言解读最危险的把戏。我们听个热闹，看个门道，但千万别当真。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你把这第46项和前面2位西方预言家的话放在一起，那种毛骨悚然的吻合感就再也压不住了。帕克说，中国的经济崩盘会引爆政治动荡。推背图的解读说，杀不用刀，是经济的较量。凯西说，明日中国将会觉醒，走向民主与自由。推背图的这一项之后，有些解读者更推算出，旧有的格局可能在2029年前后迎来巨变，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篇章的开启。一个英国人，一个80年前的美国人，一本1300年前的中国奇书，3股声音，3种文明，3个完全没有交集的源头，可他们拼出来的剧本居然惊人的一致。一场由经济危机点燃的，由内部爆发的巨变，一个来自外部靠着非军事手段施压的年长催化者，以及一个最终走向开放与自由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英美中3大预言家的首次交叉印证。你说这是巧合吗？也许吧。人类总是擅长在杂乱的讯息里看出自己想看的图案，这在心理学上有个专门的说法。我也倾向于相信，这更多是我们这些后人主动把它们拼凑在了一起。但是当预言的迷雾散去，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冰冷而真实的现实世界，你会发现一件更诡异的事，现实似乎正在朝着预言的方向缓缓地走过去。让我们回到今年5月，回到那场全球屏息以待的川习会。2026年5月14日到15日，川普踏上了他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在北京和习近平举行了高峰会。这场会面其实一波三折，原本的时程因为年初那场中东的战火，硬生生往后推迟了1个多月。在这之前，两人才刚在2025年10月底于南韩的釜山见过一面。
谈成了一个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当时川普兴奋地形容，那是一场满分10分，他要打12分的会面。而真正把这场峰会往后拖了1个多月的，是年初那场震撼全球的中东战火。2026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第一波打击，伊朗的最高领袖在攻击中陨落，大批军政高层也一同殒命。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彻底打乱了原本的外交时程，而你还记得吗？这恰恰又撞上了帕克那串命中清单里最让信徒们津津乐道的一笔。他早就号称看到了对伊朗核子设施的精准打击，与那位最高领袖的命运，一个灵媒的低语，竟与一场真实的战争如此贴合。这正是这整个谜团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北京峰会上，川普对外放出的一个讯息是中方愿意帮忙疏通荷默兹海峡。荷默兹海峡那是全球能源命脉的咽喉，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淖，却要请中国帮忙稳住油路，这背后牵动的正是美、中、俄、伊之间那张错综复杂的大网。而帕克当初那个被骂到狗血淋头的预言，说的不正是中俄之间某种程度的联手，会在这个动荡的年份里搅动整个世界的棋局吗？北京这场峰会的气氛表面上相当融洽，国宴上2位领导人回顾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往来，言谈间都表达了要携手改善关系的意愿。会后，双方宣布要共同建立一种所谓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北京方面更把这个说法当成了未来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指导框架。川普则一如既往的高调，他对外宣称自己和习近平谈成了非常棒的贸易协议，甚至还暗示中方愿意帮忙疏通荷默兹海峡。听起来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成功会晤，不是吗？可是魔鬼藏在细节里，让许多资深的国际观察家感到不安的，恰恰是这场峰会留下的那些空白。没有全面的贸易协议，没有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和出口管制这些最棘手的议题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实质进展。更微妙的是，在谈判的一开始，习近平就放出了一句被各国媒体反复引用的重话，他警告川普，在台湾问题上若是处理不慎，将会把美中关系推入巨大的危险境地。一场握手言欢的峰会，开场却是一句关于台湾的严厉警告，一份号称谈成大交易的会面，却连一张白纸黑字的联合公报都拿不出来。于是，那个让人坐立难安的问题就浮上了水面。在那些摄影机照不到的闭门会谈里，他们到底还谈了些什么？外界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揣测，而其中最让台湾人心惊的就是所谓的秘密交易。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台面上的战略稳定会不会其实包裹着一个关于台湾的默契，也就是那个老掉牙却又挥之不去的疑虑，两大强权之间会不会达成某种划分势力范围的谅解，而台湾恰恰就是那枚被悄悄推到棋盘边缘的棋子。这种疑虑并非空穴来风，它早就在台湾社会里埋下了深深的伏笔。你一定记得，这1-2年最让台湾社会撕裂的一件事，就是台积电那笔高达1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当这个消息在白宫的镁光灯下被川普亲口宣布时，远在8000英里之外的台湾气氛却一点也不欢庆。很多人开始恐慌，担心美国正在掏空台湾，担心一旦美国本土建立起足够的晶片产能，台湾这座岛就会被一脚踢开。前总统马英九更是毫不留情，直接批评执政的民进党是把台积电当成保护费卖给了川普。他形容这是一场重大的国安危机。一位受访的退休民众说得很白，他说川普就是个生意人，今天他能对乌克兰说你没有牌可以打，明天他就会对台湾说同样的话，而台积电本来是我们手上最好的那张牌。你看，这就是现实世界里台湾人心中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弃台论。当预言说出中国即将生变，当美国总统被解读成那位终结旧格局的白头翁，台湾人却在同一时间恐惧住自己会不会在这场大棋局里被当成筹码给卖掉。预言的恢宏叙事和现实的切身焦虑就这样诡异地交织在了一起。所以这场川习会的秘密交易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牺牲台湾？我必须非常诚实地告诉你，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存在这样一份出卖台湾的密约，这些都还停留在揣测、担忧与政治攻防的层面。但更重要的是，关于这场交易，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解读，而这个解读可能才更接近大国博弈的真相。这第二种解读是这样的，那份所谓的秘密交易，也许根本不是美国要把台湾让给中国，而恰恰相反，是美国想用一根更巧妙的绳子把中国拴住。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来看，今天的美中之间早就不是单纯的贸易吵架，而是一场全方位的金融与科技的拉锯。这正好呼应了我们频道前阵子深入聊过的那个话题，美国天文数字般的国家债务和那套被称为金融压制的玩法。你想想，一个背着如此沉重债务的超级大国，它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稳定，是时间，是不要在自己债务问题还没理顺的时候，就和另一个巨人爆发全面冲突。而中国手里握着大量的美国国债，同时自己的经济也正面临着通缩、地方债、房地产的多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能说出口的需求，那就是先别翻桌，先稳住。什么叫金融压制？简单说，当一个国家欠下天文数字的债，它还不出来，又不能摆明了赖账，那他就会用一套温水煮青蛙的手法，悄悄地把债务的重量转嫁到所有债权人和储蓄者的头上。它可以让利率长期压得比通膨还低，这样一来，债务的真实价值就在时间的流逝中被通膨一点一点地稀释掉。对外面看不懂的人来说，数字上谁也没欠谁，可实际上财富已经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一次大转移。这套玩法需要的不是战场上的胜利，而是漫长的、可控的、不被打断的稳定。你说，在这种时候，美国会愿意为了台湾去掀起一场可能引爆全球金融海啸的大战吗？恐怕在那些精于算计的决策者心里，答案没那么简单。反过来看中国这一头，它的处境同样微妙。一边是出口的引擎还在轰鸣，外界甚至开始谈论所谓的第二次中国冲击，可另一边是内部那些越积越深的窟窿，是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的就业，是地方政府还不完的债，是一栋栋盖了一半就停工的烂尾楼。一个对内必须维稳，对外却又咄咄逼人的巨人，他真的承受得起在自己经济最脆弱的时刻去打一场胜负难料、代价巨大的战争吗？这正是帕克预言里那句话的现实投影，中国的经济问题会引爆它的政治动荡。预言家用的是玄之又玄的语言，而现实用的是冷冰冰的财报与数据，可他们指向的竟是同一个压力的源头。从这个角度看，川习会谈成的那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会不会其实是一份精心设计的拖延协议？美国用它来换取重整旗鼓的时间，继续一边用关税和科技封锁维持压力，一边避免在2026、2027这个敏感的窗口期被拖进一场谁也不想要的战争。这不就是推背图解读里说的杀不用刀吗？真正的较量从来不在硝烟里，而在那些看不见的金融与科技的暗线之中。如果是这样，那台湾的角色就绝不是一枚被丢弃的弃子，反而是这盘大棋里那个让对手投鼠忌器的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台湾手里握着一张全世界都离不开的王牌。这就要说到那个你一定听过的词——细盾。台积电生产出全世界超过90%的最先进晶片，全球新增的人工智慧算力需求里，估计有将近1/3是在台湾这座岛上被制造出来的。从你手里的手机，到驱动整个世界的人工智慧，再到最尖端的武器系统，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台湾的晶片。这种全球性的依赖就形成了一面看不见的盾牌。很多人相信，正是因为全世界都不能失去台湾的晶片，才让任何一个想动武的念头都得再三掂量。当然，这面细盾也正在承受压力。台积电赴美设厂，让不少人担心这面盾牌会不会被慢慢削薄。专家们的看法其实比较冷静，他们指出，一个成熟的半导体生态系不可能在一夕之间搬家，培训人才、控制成本都是大难题，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气盾或许会被削弱，但它依然存在。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更长远的那个问题，如果川普之后的美国政府
继续强力推动大规模的产业外移，那台湾会不会失去独家优势，就不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了。但你看，无论是哪一种解读，台湾的价值，台湾的分量，在这场大国博弈里都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我们不是没有牌的玩家，我们手里握着全世界都眼红的好牌。问题从来不是我们有没有价值，而是我们懂不懂得怎么把这张牌打好。好，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最尖锐的问题上，为什么是6月？为什么说2026年的6月最险？这就要看时间线了，而时间线恰恰最不能错乱。你看，今年台湾的整体防卫部署是一套环环相扣的节奏。代号汉光42号的年度大演习被拆成了2个阶段，4月10日到24日先进行电脑兵棋推演，到了8月5日到14日才是真枪实弹的实兵操演，而与之高度联动的城镇韧性演习更是横跨了4月到8月，足足11个县市轮番上阵，每个县市2天，1天纸上谈兵，1天动真革地操演。发现了吗？6月恰恰卡在这一切的正中间。他在4月的兵棋推演之后，在8月的实兵操演之前，他在5月那场留下无数疑问的川习会刚刚落幕之际，又在9月习近平计划回访美国，11月美国期中选举这2个大节点之前，6月是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空窗，是一个各方都在重新评估、重新布局的微妙时刻。在这种时候，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被放大，更别说2026年在传统的干支纪年里是丙午年，也就是火马年。火马本就带着一股躁动、奔腾、不受拘束的能量，当这股能量撞上一个本就剑拔弩张的台海，那种山雨欲来的氛围自然就更浓了几分。而从现实的脉络看，这份凶险也绝非杞人忧天。回顾过去这1年多，解放军围着台湾的军事行动一波比一波猛，光是2025年底就有3年半以来的第7次围台军演，造成了近年来最严重的海空交通干扰。到了今年年初，更发生了距离台湾最近的一次实弹活动，解放军发射的火箭有10枚落进了台湾24海里的临街区内。中国的船只更是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史无前例的一再驶入台湾的临街区。这种步步进逼的手法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蟒蛇策略。它不像眼镜蛇那样一口咬死你，而是像一条巨蟒慢慢的缠上你，一圈一圈的收紧，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喘不过气。配合上各种游走在战争边缘的灰色地带手段，今天一次军演，明天一次扰台，后天一次海警执法。它的目的不是要在某一天突然发动总攻，而是要用这种长期的消耗性的压力，一点一点地磨损台湾社会的意志，逼着你在心理上先缴械投降。这才是当下台湾面对的最真实也最棘手的威胁。而这盘棋还牵动着一个关键的第三方，日本。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正计划在今年春天赴美进行国事访问，而川普这边也在积极安排自己的亚洲行程。在美、日、中3方彼此联动又相互牵制的格局下，台海的每一个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有中国的智库就警告，东海、台海、南海这3片海域一旦形成某种联动的紧张，可能会触发各方前所未有的行动，激起共振般的压力。换句话说，台湾从来不是一座孤岛，它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连住整个西太平洋的安危。说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件今年年初真实发生，却深深震撼了台湾国安高层的事。2026年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发动了一场代号绝对信心的军事行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闪电般地拿下了目标。这场行动之所以让台湾官员警醒，是因为它让人们重新去想象一种过去觉得天方夜谭的情境。当一个国家的首都电网与通讯在清晨被切断，当特战部队空降而下，一国的核心是否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瘫痪？台湾虽然一直备有护卫元首的计划，军方人士也并不真的担心解放军能悄无声息地摸进台北，但这场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行动却像一记警钟，敲醒了台湾在防卫韧性上那些过去被忽略的缝隙，
有意思的是，委内瑞拉的这场动荡，恰恰也曾出现在帕克对2026年的那串预言清单里。有国际知名的智库，甚至用完美风暴这个词来形容2026年的台湾处境。他们的分析很值得我们警醒。他们认为，过去这一年，北京对台湾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关键的转变，从过去的喊话变成了真的相信统一势在必行。而推动这个判断的核心是他们对美国政治的观察，是他们认为川普对于用军事手段保卫台湾兴趣缺缺，再加上对岸领导人对于统一的执着，以及对台湾内部政治氛围的判读，北京似乎觉得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在他们眼中，这个机会若是错过了，未来未必还会再有。不过，这里也有另一种更冷静的声音。同样有顶尖的分析指出，虽然外界常说某个年份是危险的红线，但真正摊开来看，那一年反而未必会动手。因为对那个高度看重稳定的体制来说，重大的政治会议年份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就是绝对的稳定。任何可能带来哪怕一丝丝不确定性的决定都会被再三掂量。一场胜负难料的跨海作战恰恰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你会发现，北京一方面要展现决心，把姿态摆得很足，另一方面却又投鼠忌器，不敢真的踏出那最危险的一步。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本身就是这盘棋最微妙的地方。所以你看，现实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与张力，一边是越来越逼近的军事压力，一边是出于自身稳定考量的克制，一边是预言中即将到来的巨变，一边是棋手们都还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那份脆弱的平衡。6月的凶险不在于它一定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在于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高度敏感、高度不确定，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的时刻。那么，在这样一个被预言笼罩、被现实夹击的6月，台湾人究竟该何去何从？我们真正的活路到底在哪里？讲了这么多，现在是我今天最想跟你掏心掏肺说的部分了。台湾人真正的活路，第一条就是别再等待救世主。无论是帕克的预言、凯西的低语，还是推背图的解读，他们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那就是改变中国的力量来自中国的内部，来自它自身的经济危机，再加上一个外部的非军事的催化者。请你仔细品味这一点，所有的预言说的都不是有一支外国军队冲进来打一场仗，把台湾解救出来。他们说的是一场由内而生的、缓慢的、靠着经济与时间发酵的巨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把台湾的全部身家性命都押注在某一位外国领袖的善意上，押注在川普会不会出兵相救上，本身就是最危险的赌博。今天他可能是你的白头翁，明天他可能就是那个跟你谈保护费的生意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期待别人来拯救，永远比不上让自己变得无可取代。第二条活路是把那面细盾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前面说了，台湾最大的筹码是那超过90%的先进晶片产能。这张牌是几十年的心血，是别人短时间内偷不走、学不会、搬不动的真本事。所以，台湾真正该做的不是恐慌的哀嚎台积电被掏空，而是清醒地确保最尖端的研发、最核心的技术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让世界对台湾的依赖不仅仅停留在制造，更深入到创新的源头。只要台湾始终站在科技的最前沿，这面细盾就削不薄，更打不破，把自己变成全世界都离不开的那个关键节点，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护身符。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正活在一个人工智慧爆炸的时代，全世界所有的大公司、所有的政府都在疯狂地抢夺算力，而驱动这一切算力的最先进晶片，绝大多数都来自台湾这座小小的岛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人类对人工智慧的渴求一天不停，全世界对台湾的依赖就只会越来越深，而不是越来越浅。台积电赴美建厂，厂房可以盖，产线可以搬，但那套最顶尖的研发团队，那种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工艺直觉是搬不走的。台湾要守住的正是这颗皇冠上最亮的那颗钻石。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正如一些清醒的分析所提醒的，真正的风险不在当下，而在更远的将来。今天的这位美国领导人或许还倚重台湾，但他之后呢？如果未来的政府继续强推产业外移，台湾失去独家优势，就会从一个会不会的问题变成一个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这面盾不能只是守，更要不断的往前跑，跑得比任何想取代你的人都快。第三条活路是全社会的韧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1-2年台湾会这么大力的推动城镇韧性演习？为什么会把演习从单纯的军队作战扩大到整个社会在危机中能不能维持运作？这背后的思路其实非常清醒。真正的安全从来不只靠前线的士兵，更靠后方每一个普通人的准备。当电网被切断时，社区能不能自救？当通讯中断时，邻里能不能互助？当危机来临时，民间的力量、非政府组织，每一个受过基本训练的你和我，能不能撑起这个社会的运转？韧性这2个字说的就是这个，它不是恐惧，恰恰是恐惧的反义词。一个准备好了的社会才不容易被吓到，一个家家户户都备好应急物资，人人都知道危机时该怎么做的台湾，才是最让对手觉得啃不动的硬骨头。值得一提的是，当外界揣测荷默兹海峡可能被用来卡台湾能源时，台湾的官员就明确回应，台湾有自己的能源储备，有自己抵御全球能源压力的办法。你看，这就是韧性的底气。第4条活路叫做清醒与团结，这恰恰是最难的一条。你发现没有，每一次解放军的军演，每一次像台积电赴美这样的争议，最后都演变成台湾内部没完没了的政治口水战，蓝的骂绿的卖台，绿的骂蓝的舔共。而这种无休止的内耗，恰恰是对手最乐见的局面。别忘了，那条巨蟒真正想缠住的，从来不只是这座岛的海岸线，更是这座岛上每一个人的脑袋。今天最廉价也最有效的武器，已经不是飞弹，而是讯息。一则似是而非的谣言，一段被刻意剪辑的影片，一场煽动对立、制造恐慌的网络风暴，它们的威力有时候比一整支舰队还大，因为它能让一个社会在敌人还没登陆之前，就先从内部自己瓦解、自己投降。所以，当你下一次在手机上刷到那些让你义愤填膺、让你对自己人咬牙切齿的讯息时，请务必多留一个心眼，问一问自己，这到底是事实，还是有人正想借着你的情绪来完成那条巨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保持独立思考，不轻易被带风向，这在今天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防卫。还记得凯西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吗？他说，美国是不可被外力征服的，唯一能击垮他的是他自己内部的纷争。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台湾身上，何尝不是一记响亮的警钟？真正能击垮台湾的，从来不是对岸的飞弹，而可能是我们自己内部那道无法弥合的裂痕。当一个社会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彼此攻讦、互相猜忌上时，再厚的细盾、再强的韧性都会从内部开始崩解。所以，学会在分歧中保持团结，在喧嚣中保持清醒，不被任何一方的恐惧行销或廉价乐观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这座岛屿最深层的防御工事。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活路，是耐心，是等待，是相信时间站在文明这一边。这正是这3大预言留给我们的那一丝微光。如果你愿意把它当成一种隐喻来理解，那么3位预言家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让人窒息的格局并不是永恒的。凯西说，明日中国将会觉醒。帕克说，中国终将走向某种新的自由。推背图的解读者说，旧的格局终有画上句点的一天。一个高度集权、靠着恐惧与控制维系的庞大体制，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往往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它的内部总是潜藏着经济的、人口的、社会的种种裂缝。台湾要做的，或许不是去赢得一场明天就要爆发的决战，而是要有足够的智慧与韧性，安然地度过这段最凶险的窗口期，然后比那个僵化的体制活得更久，熬过去，撑下去，站着等到天亮。这听起来很卑微，对不对？可你回头看看人类的历史，那些最终胜出的，往往不是当下最强壮、最张牙舞爪的那一个，
而是最有耐心、最懂得在绝境中积蓄力量，最后活下来的那一个。台湾的活路不在于和一个庞然大物判个你死我活，而在于把自己变得更聪明、更坚韧、更团结，然后耐心地等待那个由内而生的转变自己到来。好了，聊到这里，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谜团。一位英国的灵媒，一位80年前的美国先知，一卷1300年前的中国奇书，他们真的看到了未来吗？我不知道，恐怕谁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预言终究是预言，它可能只是我们在迷茫中为自己寻找的一种慰藉或者一种警示。但我越来越觉得，这些古老的低语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它们是否会精准的应验，它们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们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此刻的焦虑，也照出了我们本可以拥有的选择。预言说，改变来自内部，这是在提醒我们别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预言说，杀不用刀，这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战场早已超越了硝烟。预言说，明日中国将会觉醒，这是在给所有身处黑暗中的人留一盏远方的灯。而那场川习会的秘密交易，无论它是否真的存在，无论它指向的是出卖还是制衡，它都在用最冰冷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在这个没有温情的大国棋局里，唯一能真正保护台湾的永远是台湾自己，是那面握在手里的细盾，是那份扎根社会的韧性，是那份打断了骨头也要连住筋的团结，更是那份相信时间、相信文明、绝不轻言放弃的清醒与耐心。2026年的6月或许真的不会太平静，窗外的风可能会越刮越急，但只要我们站稳了脚跟，看清了棋局，握紧了手里的牌，那么无论是预言里的巨变，还是现实中的风暴，我们都有底气平静地迎接它的到来。因为台湾人真正的活路从来不在某一位先知的水晶球里，也不在某一份看不见的密约中，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在我们每一次清醒的选择里，这才是穿越所有预言与迷雾之后最笃定的那个答案。2026年农历除夕深夜，台湾金山法鼓山的撞钟祈福现场出现了一幕令在场人员和网友惊讶不已的灵异瞬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与法鼓山1年1度的除夕撞钟108响仪式时，手握着巨大法华中的一条红色绳索，准备随钟声共振祈福。哪知就在钟声回荡之际，郑丽文手中的红绳竟突然诡异的剧烈抖动起来，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拉扯。郑丽文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震动吓了一跳，身旁一起参与祈福的贵宾也露出惊愕神情。短短数秒的画面，在现场投射屏幕和稍后的影片中被清楚捕捉，迅速引发网络疯传和热议。有人惊呼，好兄弟在搞事吗？真的闹鬼了吗？台湾习俗中以好兄弟指代鬼魂，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妖孽现身。更有网友形容郑丽文当时差点被吓得腿软，直呼这一幕是赤马红羊年开局不祥的兆头。毕竟此时正值午夜钟响，新旧年交替的敏感时刻，传说中的赤马红羊节60年一遇，今年又恰逢碰上，难免让人联想翩翩，背脊发凉。这条深红色的祈福长绳为何偏偏在他手中不自然狂抖？到底是物理现象巧合，还是冥冥中真有神秘力量的干预？种种疑问随着影片疯传，全台网友议论纷纷，让2026年的开年瞬间被蒙上了一层灵异传奇的色彩。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段离奇画面，各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一，郑丽文本人及国民党方面将此形容为神明感召。他事后透过党部表示，撞钟当下自己内心诚恳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强烈感受到神明的感召，心头震动，感受强烈，认为红绳剧烈晃动正是神明对他虔诚祈祷的回应。简而言之，就是佛祖或诸佛菩萨显灵打招呼，传达能量给他，属于吉兆而非凶兆。其二，不少理性网友从科学角度提出了更平实的解释。法鼓山的法华钟巨大厚重，撞钟时产生强大的声波和震动，若红绳与钟体或底座结构有所连结，
共振效应可能使绳子看起来自行抖动，再加上当晚气温低，细雨霏霏，郑丽文长时间站立维持姿势，手臂肌肉疲劳或寒冷颤抖，也可能导致绳子随之晃动。第三种观点则来自宗教学者与佛教界人士，他们抱持存疑甚至揶揄的态度，因为法鼓山属于严谨的佛教禅宗道场，强调自我关照与内心觉悟，并非民间信仰那样追求鬼神附体或灵异感应。成大哲学系李教授等人就指出，法鼓山又不是神坛，也没设鸡童，哪来神明上身？将身体抖动解读为神明附体，在佛教传统上相当罕见，更像是政治人物的创意发挥或套用民间习俗的说法，用来替现场意外找到吉祥寓意。显然郑丽文的感召说在宗教界看来有些牵强，但话说回来，台湾政坛也非首次出现撞钟意外。被庙解的趣闻，2008年时，时任总统马英九在法鼓山撞钟时，就不慎将手中红绳用力一拉给扯断了，现场一片哗然。马英九本人则幽默圆场笑称，我这一下是把台湾的厄运拉掉了，将尴尬瞬间巧妙转化为祝福寓意，引得众人叫好。如今郑丽文的红绳灵动被解读为他祈愿真挚而感动了神明，与当年马前总统的说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在大庭广众前将可能的不祥征兆巧妙地逢凶化吉。总之，红绳离奇抖动之事是真是假因人而异，你可以相信是法喜充满，锐气照祥，也可以坚持理性，认为不过是物理共振或人体反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起灵异瞬间为2026年开年增添了一丝神秘氛围，人们不禁要问，今年究竟会是福是祸？这诡异开局是否预示着什么？其实，让民间如此敏感多疑，正是因为2026年非比寻常。传统命理中，农历丙午马年与丁未羊年，即阳历2026年和2027年，被视作一组特殊的年份组合，俗称赤马红羊节。所谓赤马红羊，简单来说就是红马年加红羊年的意思。丙和丁两个天干都属火，在五行中以红色象征火，因此丙午年称为赤马红马，丁未年称为红羊，而节字则代表劫难灾厄。古人发现，每当马年羊年连着且两年都是五行属火时，往往社会局势或自然环境会出现较明显的震荡变化，所以以赤马红羊节这个听来惊悚的词汇来提醒世人。要注意的是，赤马红羊节并不是什么正统科学概念，也不是经典预言里注定的大灾年，而更像是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说法与戒慎提醒。因为以60年为一轮回的干支纪年法中，天干地支组合每60年复现一次，所以赤马红羊每60年才会连庄2年。上一次出现这种组合，要追溯到上一甲子的1966年丙午马年和1967年丁未羊年，再上一轮则是1906年、1907年。历史资料显示，恰好在那几个周期中，人类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动乱与转折，于是赤马红羊年不太平的说法更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一传十，十传百，直至今日，仍让许多人提起这4个字就心惊胆战。60年前的1966到1967年，正值20世纪动荡的60年代，其间发生的巨变犹令华人世界记忆犹新。当时中国大陆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号称要横扫旧世界的红色风暴正式开启10年浩劫。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极端政治运动引发全民动乱，中华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破坏，整整10年内斗使无数家庭破碎，人命丧失，堪称人类现代史上最疯狂混乱的时期之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灾难刚好起幕于丙午马年，难免令人不寒而栗地将其和赤马节联想在一起。60年一甲子轮回后的今天是2026年，民间不禁忧心忡忡，会不会又有类似的大劫来临呢？除了中国，放眼全球，1966到1967年前后其实也是多事之秋。美苏冷战正处高峰，越南战争持续蔓延，1967年中东爆发6日战争，
战火乍起又戛然而止，却埋下漫长仇恨的种子。同年非洲的尼日利亚内战、比亚法拉战争开打，生灵涂炭。欧美各国也纷纷陷入社会运动浪潮，种族矛盾、学运风潮此起彼伏。法国1967年甚至发生了10月风暴，一天内连续飓风造成重大伤亡。种种事件汇聚，使得上个赤马红羊双年在人类集体记忆中蒙上了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血光的阴影。再往前推120年前的1906到1907年，适逢清朝末年，也是内忧外患不断的年代。史料记载，1906年华南地区曾遭强烈台风侵袭，死伤惨重。朝廷内部则风雨飘摇，科举废除，新政变法，引起种种震荡。而更戏剧性的是，清帝国的统治核心在接连2年中相继陨落。垂帘听政数10载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底前后去世，朝野震动。虽然严格说在丁未羊年过后数月，但早已风雨飘摇的政局可谓在马羊年连催之下走向末路。随后不久，武昌城头的枪声打响，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土崩瓦解。可见，在那2个红马红羊相继的年份，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都处于多事高危期。这些历史经验汇集起来，更加深了逢此组合必有大劫的民间印象。然而，冷静想来，劫难并非宿命，历史更多是巧合与人为交织。正如史学者所说，并不是每一组丙午、丁未年都铁定天下大乱。例如上一甲子前的1846年丙午和1847年丁未，清朝道光年间虽也有洪灾蝗祸，鸦片战争余波未平，但未见像后世那样的大灾变。1848年之后，社会还逐渐走向太平期。所以赤马红羊节更多是古人基于经验做出的一种趋势提醒。因为火旺之年常常节奏加快，情势多变，压力剧增，容易出现动荡。于是提前提点大家要稳住心态，戒慎恐惧，以免措手不及。抱持这种心态来看，我们就不会过度恐慌于那个节字，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指南。碰上火气特盛、变化特快的年份，更要冷静谨慎，以不变应万变，反倒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前面提到的郑丽文红绳事件，从这角度看，或许正是一个隐喻面对难以解释的意象。有人京剧迷信，草木皆兵，但也有人转念间将其视为警示与契机。如果我们能善用古人留下的智慧，或许就能在火光冲天的年份里找回一丝清凉与平静。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步入21世纪20年代中期的今天，我们将如何度过这场60年一遇的大考验？随着新年钟声敲过，我们正式踏入了民间口耳相传的赤马红羊连年。今年的丙午马年以及紧接而来的丁未羊年被视为60年一遇的大劫年，加上近年天灾人祸频繁，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不仅台湾民众草木皆兵，整个世界都隐隐透着不安气息。那么究竟2026年会发生哪些变局或灾难呢？有没有一些前兆或预测可以让我们提早防范？巧的是，命理师、预言家们早已纷纷放出警讯，提醒今年有几项不得不防的灾厄。我们不妨来听听这些说法，姑妄听之，全作参考。首先，台湾有位知名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过去因多次准确预测政坛大事，据称他曾神准算中蔡英文2次当选总统。近期在节目中就大声示警，2026年恐怕会出现5大灾难。这听来相当骇人，但仔细分析，他所指的5大灾难，其实就是归纳最近几年全球反复出现的5种类型。1是火灾，2是爆炸，3是战争，4是地震，5是传染性疾病。乍看之下，几乎囊括了天灾人祸的所有可能面向。然而回顾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命理师点出的几项真是每样都不缺。火灾与爆炸方面，2025年台湾经历了数起震动社会的重大意外。年初2月，台中市繁华的中港路商圈突传憾事，知名百货星光3月大楼发生严重瓦斯气爆事故，巨响火光中夺走了5条人命，另有30余人受伤。
是台湾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百货公众安全事件之一。事后调查发现，疑因美食街管线漏气遇明火引燃，酿成这场无情巨灾。这起意外不仅带来人员伤亡，也让整栋商场歇业多时，阴影挥之不去。没想到年底12月，台北市再次惊传骇人听闻的随机杀人爆炸事件，犯人在台北车站及捷运中山站一带持刀疯狂砍杀路人，并投掷自制爆裂物制造混乱。整起案件造成4死10余伤的重大伤亡，全台民众人心惶惶。这2起事件一南一北，一为爆炸意外，一为纵火杀人，俨然应验了火灾、爆炸的恶兆。杨登科指出，乙巳蛇年2025年木生火，火气太旺，所以才1年之内出了这么多火烧火烫的悲剧。而接下来的丙午马年更是火上加火，天干地支双火，阳火更烈，如同2堆旺火熊熊燃烧。因此他预言，在这火叠火的年份里，要特别提防类似的灾厄重演。大型火灾、工厂或油气设施的爆炸事故发生几率恐怕居高不下。对此，有消防专家也提醒，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高温天气增多，森林野火、电气走火等灾害的季节性风险正在提高。一旦进入夏季干旱炎热期，不止台湾，像澳洲、美国、加州等地，过去几年都经历惊心动魄的超大野火肆虐，数以万计的房屋焚毁，人员流离失所。今年各地政府更不敢掉以轻心，纷纷加强防范山林火源。同时，公安专家也呼吁加速检视老旧燃气管线、化工石化设备，防止未爆弹因疏忽而引爆。可以说，火灾、爆炸这第一、第二灾，既是对大环境气候挑战的预警，也是对我们人为疏失的警钟。经过去年的教训，2026年能否减少类似悲剧重演，就看我们能不能汲取经验，把火种消灭在萌芽之时了。第3大可能的灾难是让全球都绷紧神经的战争。其实，此刻我们早已身处战云密布的时代。俄乌战争自2022年爆发以来，仍在交着拉锯。欧洲大陆阴霾笼罩，中东地区2025年也历经了以色列与哈马斯间爆发激烈冲突的战火洗礼，更不用说国际上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乱与恐怖攻击。从非洲之角到南亚次大陆，和平始终弥足珍贵。在杨登科看来，去年乙巳年火太旺，已引燃多处战火，而今年丙午年火势更盛，世界局势依然不容乐观。他直言2026年将发生和去年类似的战争事件，预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面可能延续甚至扩大。我们身处的亚太地区有2大火药库，尤其令人担忧，一是台海两岸，一是朝鲜半岛。前者，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与文攻武下早成常态，解放军军机军舰频频扰台，外界担心一不小心就可能引爆危机。后者，北韩持续试射导弹，核试蠢蠢欲动，令东北亚局势随时可能失控。就以台海而言，2026年对台湾很关键，适逢台湾9合1地方选举年，朝野政治角力剧烈，同时国际上美中博弈加深，两岸关系紧绷。若某方选择在此时挑衅试探，擦枪走火的概率势必上升。不仅命理师这么看，一些国际预言家更是发出了惊人警告。来自英国的知名未来预测者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就曾在去年底断言，2026年恐成为清算之年，许多隐藏的真相将在今年浮出水面，各种积怨将迎来摊牌。在他的预示中，2月恰好是农历新年期间，会出现转折点，之后亚太局势可能发生重大冲突，台海之间可能因飞机或潜艇碰撞事件引发战端，日本也将被卷入。他甚至细致描绘了可能的后果，若中国执意挑起战事，最终反而会遭受重创，经济崩溃，最高领导人下台，中国政权出现大裂变，在战后分裂成多个实体，朝着民主联邦的方向重组。这种惊世骇俗的预言虽无从证实，但听来确实令人心惊。如果真发生台海战争，那将不只是区域问题，而可能演化为世界级的冲突。帕克还预言接下来几年战火将燃遍多处，社会动荡前所未见，甚至会出现
人工智慧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战这种新形态威胁。他提醒世人尽早备份重要资料，做好网络瘫痪的防范。尽管这些预言充满戏剧性与争议，但我们不妨视为对和平的另一种呼吁。正因为战争如此可怕，我们才更应该严防擦枪走火，珍惜当下得来不易的和平局面。近年国际上也有一句玩笑，世界末日中离午夜只剩不到90秒，这比喻人类毁灭的核战风险极高。今年能否避过战火一劫，就看大国领袖们能否保持理性，不让人类重蹈上世纪中叶世界大战的覆辙了。除了人祸，天灾也是5大灾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杨登科特别点明了地震和传染病2项。台湾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本就有地震王国之称，每年有感地震上百次，小震频仍，大震偶发，人民早习以为常。然而今年适逢火年，地火行金，5行相克，是否会在地壳运动上有所体现，令人心里打鼓。更何况台湾本岛及离岛周边近年已有火山活动征兆，例如大屯火山群、龟山岛海底火山等监测到能量累积。有地质学者推测，未来几年台湾发生中大型地震甚至火山喷发的几率在升高。邻近的日本群岛情况类似，去年东京附近才刚经历强震，而历史上每隔数十年日本就可能出现一次毁灭性大地震，如1995年阪神、1999年土耳其、2011年东北大地震等。一旦火旺引动了地动，后果将非常严重。诚然，科学界并无证据表明火年一定多震，但至少命理提醒我们对自然仍要心怀敬畏。因此从政府到民间，今年更应加强地震防灾演练，做好建筑结构补强，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以防天摇地动时临危不乱，把损失降到最低。至于传染性疾病，可谓最近几年人类挥之不去的阴霾。杨登科把瘟疫也列入今年5大灾，警告大家仍不可掉以轻心。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经历3年多肆虐后，全球总算在去年迈向解封常态，但病毒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变异。我国专家先前就预测过，今年可能出现新一波具有更强免疫逃脱能力的新冠变异株。事实上，2025年底国际上就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使一些国家住院人数回升，再度敲响警钟。因此2026年仍需提防新冠卷土重来。同时，除了新冠，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也不能忽略，像非洲猪瘟病毒这几年在亚洲散播，对养猪产业威胁巨大。肠病毒每隔数年就在儿童间流行一次，重症病例让家长谈虎色变。还有季节性的流感、禽流感也时刻可能突变，造成人际传播。病毒的世界就像暗处的火苗，一有可乘之机就会燎原成灾。我们能做的，除了强化监测预警，就是保持公共卫生习惯，加速医疗研发，争取在疫情初起时就将其扑灭。今年春季，专家们已呼吁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并密切关注各地不明原因疾病的讯号，以便及早发现新兴传染病苗头。在经历过新冠浩劫的人类社会，相信对这一点都有共识，绝不能再让瘟疫不设防的偷袭成功了。综观上述，所谓5大灾，火灾、爆炸、战争、地震、疫病，其实每一项都是眼下进行式的风险，并非无中生有的新奇预言。换句话说，赤马红羊年给世人的真正挑战，不是什么天降神罚，而是看我们能否正视既有的问题。也许有人会抱怨，这5样灾难几乎把人类所有噩梦兜了一圈，听起来未免危言耸听，妖气冲天。但别忘了，提醒我们的杨老师最后也加了一句，民俗传说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意思是把危机意识放在心上即可，无需真的把今年当世界末日。毕竟未来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不是老天写好的剧本。我们真要做的，不是恐惧的等待灾厄降临，而是积极行动，预防坏事发生，同时心态上保持稳健从容，不让焦虑支配生活。火旺之年，更需冷静之心。有经验的人这样建议，正如古人所说，以水克火，对应到现代生活，就是提醒大家在火气特别旺的年份里，多给自己心中浇点水，
比方说，遇到纷争时先缓一缓，别让怒火瞬间烧掉理智。投资理财保持谨慎，莫被一时的贪念冲昏头。火年容易有投机热潮甚至泡沫，需防范物极必反。生活作息规律健康，避免熬夜劳累上火伤身。面对危机时冷静应对，拿出慢一拍看三步的智慧来处理。这些道理平时听着普通，但在今年格外值得牢记。火红年代不一定是诅咒，也可能意味着转机与创新。正如有风险就有机遇，火象征着能量和光明，只要我们善加驾驭，就能化焚烧为光照，乘混乱而重生。谈到转机，不妨再回头看看预言家帕克的说法。虽然他预见了战争和灾祸，但他也强调大灾过后就是大福。在他眼中，2026年是一个清算旧弊、真相揭露的年份，阵痛过后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契机。例如，他预言中国在经历动荡后将走向开放民主，那对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或许是长远的福音。再看印度古老的纳迪叶预言，解读师们，他们据传透过千年棕榈叶看未来，也做出类似结论。未来5年，世界将面临巨大转变，但总体而言，坏事会减少，好事会增加。这些预言无法证实其真伪，但至少传达了一个乐观信息：人类或许正在穿越一个动荡的隧道，但隧道那头隐约可见光亮。就算真有赤马红羊节，说不定也是先苦后甘，否极泰来。反观我们台湾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多少次大灾大难中，凭借团结和毅力闯过难关，甚至转危为安。921大地震举世震惊，但也促成建筑法规改革，全民防灾意识提升。金融海啸遍及全球，台湾亦受冲击，却也加速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不丧失信心和智慧，结束并非不可化解。2026年注定是紧张刺激的一年。我们开篇从一条神秘抖动的红绳讲起，或许有人仍耿耿于怀，那究竟是巧合还是灵异？是凶兆还是吉兆？其实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郑丽文选择相信那是神明的善意，寄托了平安的祝福。科学家则视之为无害的物理现象，一笑置之。无论你倾向哪一种，都请记得，比鬼神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新的一年里，也许挑战接踵而来，烈火考验意志，狂风巨浪动摇信念，但我们完全可以像智者所说，以己为心，心静火传；以法为舟，以己为舟。把自己当作燃料，燃烧奉献，照亮未来；以真理为船，以自身为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当每个人都尽好本分，守住良知，再大的火劫也烧不回我们的家园。回望法鼓山当夜的108声洪亮梵钟，其实寓意着消解108种烦恼，将过往不顺遂随钟声一一送走。马英九断绳笑言，拉掉厄运的梗虽是即兴，但又何尝不是人们内心美好的愿景。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我们不妨也大声宣告，让那些战争、瘟疫、灾难统统远离吧。就让赤马红羊年的烈火焚尽上一个甲子的阴霾，而为未来重新锻造出一道灿烂的黎明。愿我们都能平安度过这个惊心动魄而充满挑战的年度，在劫波中看到新的生机。世事无常，但人心向善、自强不息的信念永远是化解任何灾劫的最大法宝。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一起迎接属于我们的享乐丰足与光明未来。他这一次几乎是把话讲白了。他说2026年不是普通的一年，而是一个旧世界正在崩解，新世界正在诞生的历史转折之年。而在这个转折里，他一口气点明了4件大事，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足以改写人类的命运。可偏偏帕克说，他们不会分开来慢慢发生，他们会在同一段时间里彼此牵引，像推倒的骨牌一样，一张接着一张，接连引爆。第一，中国会走向分裂，未来可能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而是裂解成好几块。第二，欧盟会解体，那个我们以为坚不可摧的欧洲联盟会从内部一块一块地松动、瓦解。第三，日本恐怕要面对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海啸，海底火山、毒气云、
这些听起来像灾难电影才会出现的词，全都被他写进了预言里。第四，也是他要所有人现在就动手去做的一件事，全球性的粮食短缺正在逼近，饥荒的阴影会笼罩世界，他甚至非常直接地建议大家提早囤粮。听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念头，又是哪个算命的在吓唬人吧？可问题就出在，讲这些话的人是帕克。这些年，他押中的东西实在多到让那些最爱唱反调的怀疑者也说不出话来。英国脱欧，他提前好几年就讲了，当时几乎没人相信。川普第一次当选，当全世界主流媒体都认定他不可能赢的时候，帕克说川普会入主白宫。2017年，他说未来会有一场像流感一样的大瘟疫横扫全球。谁能想到没过几年，新冠真的来了，把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英国女王的离世，他也说中了。他当年讲，女王会撑过她的白金禧年，但之后健康会急转直下。后来的发展几乎一字不差。最近这1-2年，他又把矛头对准了中东。他一直反复强调，伊朗的军事与核设施会遭受直接的打击，而那场风暴后来也真的刮了起来。当然，帕克自己从来不装神弄鬼，他每一次都把丑话说在前头。他总是强调，这些只是他个人的直觉感应，是推测，不是铁板钉钉的命运，未来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说句公道话，帕克也不是一尊百发百中的神，这些年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有些他曾经信誓旦旦的预言，最后并没有成真，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从不否认。可正因为如此，他那些一次又一次精准命中的大事件才更显得不寻常。我们今天聊他的预言，不是要你把他当成不可违抗的天命，而是把他当成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递到你面前的一张提醒便条，信几分，怎么用，最终的判断永远都在你自己的手上。可正因为他押中过太多次，所以当他在2026年的年度大预言以及后续一场又一场的直播里，把中国分裂、欧盟解体、日本海啸、全球饥荒这4件事摆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讲出来的时候，全世界数十万订阅者都安静了下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把帕克这4个警告一个一个摊开来，从头到尾讲清楚、讲透彻，也顺便看看在这些听起来末日般的预言背后，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在我们把这4件大事一件一件深入之前，得先说清楚为什么帕克会把2026年讲得这么重。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年根本不是4场各自孤立的灾难，而是一盘早就布好并且已经开始收网的大棋局。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这张网已经一个脚一个脚地被现实给扣上了。帕克自己在直播里就反反复复地说，你们回头去翻翻我2026年的预言就会明白，很多事正在一字一句的照着我说的方式发生。他特别点到了伊朗，他早就预言伊朗会爆发一场革命，那个神权统治的体制会一步步走向终结。他甚至大胆断言，巴勒维王朝会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上。而当中东的局势一波接着一波翻涌起来的时候，帕克说这场革命的序幕其实已经悄悄拉开了。他还点到了委内瑞拉，他说那里会出大事，而后来的发展又一次落在了他预言的范围之内。对帕克来说，这些已经应验的部分，就是他要大家认真对待后面那些更可怕预言的底气。他像是在说，前面那几步我都走对了，你们真的确定要忽略我接下来的话吗？而帕克之所以能把时间点讲得这么具体，靠的还是那一套印度的古老占卜纳迪叶，再加上他那位伙伴所做的大量印度占星推算。他说，叶片与星象一起告诉他，2026年3月15号之后，世界会开始面对非常严峻的问题，那是一连串政治动作的起点，也可能是一场战争的前奏。更精确一点，他把3月25号也重重地圈了出来。他说那是土星与太阳汇合的关键时刻。在那段古老的文字里，有一句话特别让人心惊。他说，一个来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会去威胁、囚禁，甚至除掉一些小国的领袖。帕克说，你看委内瑞拉的领导人被关押，这不就一字不差地对上了吗？而他更进一步的推测，这把火
会不会接着烧到伊朗的高层身上？会不会是一次直接针对伊朗领导人的精准斩首，而不是大军压境的全面入侵？帕克的这张网还不止照着中东，他预言那场打了好久的俄乌战争会走向一个尾声，俄罗斯会保住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走廊，而战场的暗处还会有针对俄国工厂的秘密袭击。他还看到澳洲会崛起，成为一个在战略与科技上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把这些线索全部摊开来，你就会明白帕克为什么这么笃定了。在他的眼中，伊朗的革命、委内瑞拉的动荡、3月的政治风暴、乌克兰战场的收尾，这些都只是开胃菜，是那张大网最先被收紧的几个角落。而真正的重头戏，那4道足以撼动全球的冲击波，中国的分裂、欧盟的解体、日本的海啸、全球的饥荒，才正要一个接着一个地登上舞台。好，铺垫到这里，我们就正式进入第1道冲击波。我们先讲第一件，也是离我们最近、最牵动华人神经的一件，中国的分裂。帕克对中国的预言其实不是这2年才开始的，早在2012年他就放出了话，他说中国会爆发一场巨大的变局，而这场变局的导火线很可能是在台湾周边的海域发生某一个事件。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艘船，一架战机，一次海上的擦枪走火，本来只是一个局部的摩擦，却像点燃了一根埋藏已久的引信。帕克说，这个海上事件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与经济冲击，会把中国内部那些积压多年的问题一次性的引爆开来。他还特别点名香港和蒙古会出现剧烈的动荡。回过头看，他这段话讲完没过几年，香港就真的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街头风暴，南海上那些有争议的岛礁也一步一步走向了军事化。对一个在2012年就把这些字写下来的人来说，这个准度确实让人后背发凉。而在2026年的最新版本里，帕克把话讲得更重了，他直接说，这是中共政权走向终点的开始。你要特别注意他的用词，他讲的不是垮台的那一天，而是终点的开始，是那条下坡路的起点。他预言中国未来会碎裂成好几个区域，然后这些区域会慢慢走向一种民主的邦联，也就是说，各个地方都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再用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在帕克的眼中，那个由一个中心牢牢掌控一切的模式会逐渐松开，地方的力量会重新生长出来，整个版图会从一块铁板慢慢变成一片各有生机的拼图。其实，你要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回头去翻一翻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帕克所讲的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根本就不是什么陌生的剧本。从春秋战国的群雄并起，到三国鼎立，再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在这片土地上分裂与统一，本来就像呼吸一样，一吐一纳，反反复复的交替着。帕克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他讲的不是一场单纯的崩坏，而是一次方向上的大转折。他所描绘的那种地方拥有高度自治，再用一种松散的方式重新结合起来的邦联，其实更接近一场全新的政治实验。在他的版本里，这片土地最终要走的，并不是回到过去的那条老路，而是在一场剧烈的阵痛之后，长出一种他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的全新的样貌。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把孙中山这个名字放在这场重生最核心的位置上。那这会是一场血流成河的革命吗？帕克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不会像当年中东那种腥风血雨。他认为这场改变虽然有时候也会伴随暴力，但本质上它是民众对贪腐、对权贵心腹的一场巨大反扑。他甚至点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他说最早喊出要改变的那一批人，思想上反而是偏向毛派的。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当年毛泽东会枪毙贪官，于是会有一部分民众延续着这种老传统，自己动手去对付他们眼中那些腐败的人。而当权力试图更进一步地掐住媒体，封死网络上每一个不同的声音时，这股怒火不但压不下去，反而会被越压越旺，最后逼出对民主的呼喊。你看这个推演是不是很细，很有画面感？帕克还说，面对这种几乎要把整个政权掀翻的压力，最高领导人最终会被迫做出巨大的让步。
他讲的不是某一个具体年份的事，而是再往后推几年的一个漫长过程。在更长远的未来，他认为中国会走出一条全新的路，一种以孙中山理念为根基的民主资本主义。这个说法非常特别，因为孙中山这个名字同时被海峡两岸所纪念，而帕克却把它放在了中国未来重生的核心位置。在帕克的描绘里，这一套新的模式不只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希望，还会反过来去影响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成为一种全新的典范。跟着这场巨变一起到来的还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西藏。帕克预言西藏会迎来解放，未来不再是那个与世隔绝的高原，而会变成一座世界级的精神灯塔。他甚至用了精神国家公园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它。他认为推动这一切的会是一个高速崛起的印度经济体。他断言印度在长线上会超越中国。另一件是中俄关系的大反转。帕克早就说过，俄罗斯会向东靠拢，跟中国越走越近。俄国供应石油与军事技术，两国联手挑战美国的霸权。这个趋势这些年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可是在2026年，他话锋突然一转，他说中俄之间会出现裂痕，而裂痕的源头竟然是武器以及印度。一个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会因为军火生意与地缘利益的算计开始貌合神离，从背靠背慢慢变成各怀心事。帕克对中国的预言里，最后还藏着一个很东方、很温柔的结尾。他说，当中国这台高速运转的经济机器慢下来之后，整个社会会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转变。古老的道教会复兴，风水、命理，这些被冷落已久的传统文化会重新被人们珍视。他相信那时候的中国会变成一个不再那么疯狂追逐物质，而是懂得从自己的历史与根脉里重新找回幸福感的国家。他不再把传统当成一种沉重的包袱，而是当成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基石。所以你看，帕克讲的中国分裂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崩坏故事，在他的版本里，那更像是一场剧烈的、痛苦的，可最终通向新生的蜕变。你可能会问，这种国家层级的大分裂跟我这种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帕克的预言里其实藏着答案。一个庞大帝国的松动从来都不是地图上换几条线那么轻松，它意味着资金的流向会剧烈摆荡，意味着工厂、订单、工作机会会跟着重新洗牌，意味着很多人习以为常的稳定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再理所当然。香港的故事已经给过我们一次预演，当一个地方的命运被卷进大时代的漩涡，最先被改变的往往就是那些在街角开店、在公司上班、在学校读书的平凡人的日常。帕克点名的蒙古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位在帝国边缘的地带，常常就是裂缝最先出现的地方。所以他讲中国分裂，讲的从来不只是高墙之内的权力斗争，而是一整代人可能要在动荡里重新寻找自己立足之地的故事。而西藏在帕克的版本里扮演的是一个格外特别的角色。他不把西藏看成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看成一个精神的象征。他预言，当高原重新向世界敞开的那一天，它会从一个遥远、封闭、难以抵达的地方，变成全人类都会仰望的一座心灵高地。配上他所说的印度经济长线超越中国，整个亚洲的版图在他眼中会慢慢从一个由单一强权主导的格局，变成一个多元的、更分散的、谁也吃不掉谁的新平衡。说完了东方，我们把镜头转到地球的另一端，讲第二件大事，欧盟的解体。帕克对欧洲的看法可以说是越来越悲观，也越来越具体。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欧洲的崩解。他说，早在英国脱欧之后，欧洲瓦解的进程就已经悄悄启动了，脱欧只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在他2026年的预言里，他描述的是欧盟那个统一框架的逐步崩坏，一个又一个成员国会开始追求更大的自主权，想把更多原本交出去的权利重新收回自己的手里。这就是解体的真正面貌。它不是某一天突然开个记者会宣布散伙，而是凝聚力一点一点的流失，是那股把大家绑在一起的向心力慢慢变成了各奔东西的离心力。帕克把火力特别集中在两个欧洲的核心国家身上，德国和法国。他预言德国会陷入麻烦，
尤其是他一向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会遭遇沉重的打击。而法国呢，他看到的是激烈的街头抗争，社会的怒火会一波接着一波的翻涌。他甚至大胆预言，马克宏会以一种相当突然的方式离开政治舞台，成为法国政局的一个重大转捩点。你想想看，当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最重要的引擎同时出问题的时候，这台庞大的机器还能靠什么继续往前开呢？更深层的危机是帕克所说的那股席卷全欧的浪潮。他预言反移民的情绪会在欧洲各地爆发成街头骚乱，从法国、德国到意大利、荷兰，农民和学生会一起走上街头。他描述了一种他称之为文化内战的尖锐对立，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族群会在西方社会里正面冲撞。与此同时，右翼的力量会大幅崛起，民族主义抬头，各国的庇护与移民政策会明显收紧，而这背后反映的是民众对现状积压已久的巨大不满。在帕克的眼中，这股力量大到足以从根基上动摇欧盟赖以维系的那一整套价值与秩序。经济上，帕克的警告同样让人心惊。他预言英国会迎来一场金融的崩盘，市场大跌，政局也跟着陷入混乱。他讲得非常细，他说现任政府会因为内部的斗争而瓦解，接着被迫提前举行大选，最后由改革党以非常微小的差距胜出，组成新的政府。不只是英国，他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金融版图。他预言最剧烈的一场震荡会是人工智慧泡沫的破裂。他认为在这一年的春天，科技股会迎来一次意想不到的修正。那些被吹得高高在上的科技公司会经历一场急速的全球性下挫。与此同时，他还预言一种主要的加密货币会出现严重的崩盘，跌幅可能高达70%，狠狠地动摇整个产业在全世界的信誉。他说这场下跌虽然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会像一道闪电照出全球市场深处那些早就存在的结构性弱点。他还预言加拿大和欧洲会被房市危机与通膨的浪潮同时夹击，物价飞涨，民生变得越来越艰难。对一个曾经准确押中脱欧之后英镑走强、欧元走弱的人来说，他这一次对欧洲整体经济的这份悲观分量真的很不一样。而所有这些动荡的最顶点，帕克放了一个让整个英国都不愿意听到的预言。他说查尔斯国王会离世，他预言王室会经历权力的拉扯与一连串丑闻的冲击，民众对君主制的信心也会跟着动摇。一个王者的陨落，在象征的意义上往往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彻底终结。帕克把这件事和欧洲的整体变局放在一起讲，仿佛是在告诉我们，那个我们所熟悉的、稳定的、旧的欧洲正在我们的眼前一块一块地谢幕。你或许会觉得欧盟散不散，那是欧洲人自己的家务事，跟我们隔着大半个地球能有什么相干？可帕克描绘的那一幅图景，恰恰是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早就被一条又一条看不见的线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欧盟一旦真的开始松动，最先跟着晃起来的就是全球的金融市场，是汇率，是利率，是无数人辛苦攒下的退休金与储蓄，再来是贸易。欧洲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市场，一旦它陷入内耗与分裂，那些靠着出口过日子的国家，那些在供应链上环环相扣的工厂全都会跟着打喷嚏。帕克讲的德国汽车工业受挫，法国街头动荡，英国金融崩盘，这些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的词，到头来都会顺着全球化这张大网一站一站地悄悄传导到我们的物价、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所以对帕克来说，他讲欧盟解体，讲的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那几条国界线的变动，而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身在其中，彼此紧紧相连的世界正在发出的那一声松动的警讯。而且帕克说，这股动荡的浪潮根本不会乖乖地停在欧洲的海岸线上，它会直接漫过大西洋，扑向整个北美。他预言美国会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撕裂，左翼与右翼的对立会激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他的描绘里，激进的活动分子与保守的群体会在街头正面碰撞，演变成一场文化上的内战，而某些突发的事件
比方说，他提到的一场发生在纽约的病毒风波，会让本来就紧绷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他还预言，拜登会在这段时间离世，而美国的政坛会涌起一股意想不到的社会主义浪潮。把目光往北移一点，他说，加拿大会陷入经济的动荡，抗议与领导层的危机会接连上演。再往南，他甚至预言，美国与古巴之间会出现一次新的对峙。你把这些线索全部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帕克讲的根本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孤立危机，而是整个西方世界，从欧洲到北美，正在同一时间一起经历一场剧烈的摇晃。那些我们以为永远稳固的旧秩序，正在四面八方一起松动，一起发出吱嘎作响的声音。好，讲到这里，东方在裂变，西方在瓦解。可帕克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件事，才是真正让无数人晚上辗转难眠的，那就是日本的大海啸。这个预言的来头非常不一般，它不是帕克最近才灵光一闪想到的，而是要一路回到2015年他写的那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来自宇宙的讯息》。在那本书第73页附近，他记下了一段连他自己当年都看不太懂的预言。这段预言的源头是印度一种非常神秘的古老占卜，叫做纳迪叶。这些刻在叶片状薄板上的文字，据说是好几千年前的圣者所写下的，记载着无数人的命运，也偶尔会透露出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帕克说，当年他亲自去印度查阅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页时，整个人都被镇住了，因为在他完全没有透露任何身份的情况下，对方竟然能准确地说出他的名字，他母亲的名字，他出生的确切时辰，这些根本不可能被外人知道的细节，一个一个被读了出来。帕克说，那本来自宇宙的讯息，最让他自己起鸡皮疙瘩的，还不只是毒气云这一条。他翻到书里的某一页，回头再看，发现当年那些叶片，竟然连他自己往后的人生轨迹都说中了。叶片告诉他，未来他会站出来，对成千上万的人讲述这些预言。他说，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满腹狐疑，心想自己不过是个替人通灵的灵媒，怎么可能去对全世界的人预言未来呢？可是你看今天，他的频道聚集了将近数十万的追随者，每一支影片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听他说话。那个几十年前刻在叶片上，又被他抄进书里的句子，就这样一字不差地活成了现实。也正因为这些关于他个人的细节准到离谱，他才会对叶片里那些关于整个世界的警告如此地不敢轻忽。而就在那一次震撼的经历之后，这个古老的预言告诉帕克，未来有一个国家会被一团巨大的毒气云所威胁，而这团云会从那个国家的东北方向涌入。当时的叶片并没有直接点明是哪一个国家，只是说帕克自己的通灵能力会在事件接近的时候揭晓这个答案。帕克说，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2015年，当时的他一头雾水，完全不懂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把它搁在了那里。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帕克说，这个沉睡的预言开始一块一块的拼凑成型。先是有人替他查阅了其他来源的纳迪叶，这些彼此独立的古老文字竟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件事，那团毒气云，那场海底的巨变即将到来。更惊人的是，这一次叶片里浮现出了一个地名，叫做雅马托。这个名字今天听起来很陌生，可帕克一查才发现，雅马托正是日本在非常非常古老的年代里的旧称。你体会一下这件事的分量，这个在好几百年前甚至更早就被刻下的预言，用他当年所能理解的语言，精准地标记出了那个未来会出事的地方，就是日本。帕克说，他现在倾向于认为，这所谓的毒气云背后其实是一场海底火山的喷发。一场深海里的剧烈爆发会把大量的气体与物质喷向天空，同时掀起滔天的巨浪。而帮他把这些古老的文字和天上的星象一一对应起来的是他的一位伙伴。他做了大量的印度占星推算，替他圈出了好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帕克特别反复强调，这些日子并不代表事情一定会分秒不差地在那一天发生，而是天象上需要格外警戒的高风险窗口，是提醒我们要打起精神的红灯。
他圈出来的范围是2026年4月15号，一直到11月15号这一整段时间。他认为这期间天灾的风险会明显升高，而在这一段时间之中，有一个日子被他重重地画了一个圈，那就是2026年8月12号。那是一个新月之夜，木星、太阳、月亮会一起聚集在巨蟹的位置上。帕克说，这个时间点是他最担心的那一个触发点。除此之外，他还提到，在更晚一些，大约是2026年10月到11月之间，印度的南方可能会再出现一场巨大的海啸。他把这些日子一个一个排出来，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指着日历，告诉你哪几个要特别小心。而帕克之所以对日本这件事这么笃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是唯一一个看到的人。在日本，有一位以预知梦闻名的漫画家龙树亮，他在很多年前就梦见过在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海底裂开，岩浆喷涌而出，引发了惊人的海啸。后来他又一次梦见了同样的景象。在泰国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预言家，她在前一年的年底就隐晦地提醒泰国人，日本、台湾、香港这些地方在2026年要格外小心。她甚至劝大家那段时间最好别去这些地方旅游。你想想看，当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彼此之间根本不认识的预言者，全都不约而同地把手指向太平洋这同一片海域的时候，那种巧合确实让人脊背发凉。不止如此，帕克在谈地震与火山的时候，还把范围拉得更广。他提到太平洋火环这一整圈的地震风险，特别是日本以北的区域。这几年大型地震的活动似乎正一一印证着他先前的说法。他甚至连意大利那一边都不放心。他点到了那不勒斯附近一个叫做坎皮弗莱格瑞的超级火山地带，那是一片让地质学家常年提心吊胆的区域。在帕克的描绘里，整个地球仿佛进入了一个地壳格外躁动的时期，从亚洲到欧洲，从海面到地底，到处都在发出不安的讯号。帕克还把这场天灾跟一盘更大的棋局连在了一起。他说，这场海底的巨变可能不只是纯粹的天灾那么简单。在那些古老的文字里，这团毒气云似乎跟一场战争纠缠在一起，一场发生在俄罗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较量。帕克说，这未必是面对面的全面开战，而更像是一种间接的战争，比方说网络攻击。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猜想。他说，会不会有一个本来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被某种人为的手段给加剧了，让它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天灾，骨子里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攻击。而这一切的核心，他认为最终都绕不开台湾。帕克说，2026年不会是台海冲突真正全面爆发的那一刻，但很可能就是这一切的开端。他预言，日本会因为区域的紧张被迫加速军事化，甚至发展出核武与核防御的能力，而这正是中国极力想要去阻止的。一场天灾，一场暗战，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台湾，在帕克的口中被编织成了同一张网。帕克在这一段其实点出了一个现代人特别有共鸣的恐惧，那就是真假难辨。在过去，天灾就是天灾，战争就是战争，界限清清楚楚。可帕克描绘的2026年是一个界限开始模糊的世界。一场海底的喷发，到底是地球自己的脾气，还是某种人为力量在背后推了一把，可能连专家都吵不出结论。而当一个国家陷入这种既要防天灾又要防暗算的双重压力时，他几乎一定会选择武装自己。帕克说，日本正是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为了在这个越来越危险的区域里自保，他会被迫一步步走向军事化，甚至认真考虑发展核子下组的能力。而这恰恰会踩到中国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你看，一场天灾的阴影就这样和大国的角力、邻国的猜忌紧紧缠绕在了一起，谁也分不开谁。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以及周边海域的亿万普通人来说，他们要面对的从来都不只是摇晃的地面，还有头顶上那片越来越浓的政治乌云。不过讲到这里，请你先别被吓得喘不过气，
因为帕克在这个最黑暗的预言里留下了一束非常重要的光。他说，传递这些讯息的自称是湿婆，透过那些叶片在向世人说话，而湿婆给出的并不是绝望，而是安慰。帕克转述的核心意思是，这些灾难或许会发生，或许会让你感到恐惧，但它们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亡，更不会毁灭这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末日。他说，叶片里传达的讯息是，在世界所有领袖之上，在所有灾难之上，有一股更高的精神力量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这个世界。帕克说到这里，甚至忍不住联想，这股力量会不会跟近年来被频频提起的不明飞行物有某种关联？因为在那些古老的叶片里，最近也出现了类似的暗示。这个转折让整段预言一下子从灾难片变成了某种更宏大、更耐人寻味的东西。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到底能做什么呢？这就带到了帕克要讲的第4件，也是他唯一一件要你立刻就采取行动的事：粮食。帕克对粮食危机的警告其实已经喊了好几年了，他很早就非常明确地说过，全世界会面临一场粮食短缺。他说得很沉重，他说这场短缺会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带来真正的饥荒，但即使是在富裕的地方，每一个人也都会感受到巨大的艰难。他把原因归结为好几个层次，一方面是地缘的冲突打乱了全球的粮食供应与运输，另一方面是接连不断的农作物欠收以及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他甚至预言过，连药品和食物的配给制度都可能在某些国家重新出现。把粮食当成最重要的一件事，反反复复地拿出来提醒大家，这在帕克众多的预言里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这说明在他心里，这件事的权重极高。而现在，当他把这一条粮食警告跟前面那3件大事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那种急迫感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跟着想一想，一边是中国的巨变，一边是欧洲的动荡，一边是太平洋的天灾，这3股巨大的力量，每一股都会狠狠地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物流、能源以及农业生产。当这些冲击叠加在一起的时候，粮食和物价很可能就是普通家庭最先也最直接感受到痛的那个地方。帕克预言里反复出现的通膨飙升、房市危机，本质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你口袋里的钱会变得越来越薄，而货架上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贵，甚至越来越少。所以帕克才会给出那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提早囤粮。可是请你注意，这绝对不是要你去恐慌性的抢购，把超市给搬空。帕克的本意更接近一种未雨绸缪的古老智慧，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先为那可能到来的风浪提前准备好一艘能撑上一阵子的小船，家里多备一些耐放的米面、罐头、干货、饮用水，还有常用的药品。这些东西平常占不了多少地方，可一旦真的遇到供应中断或是物价暴涨的时候，它们就是让你和家人安心的底气。更重要的是，这一份准备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恐惧最好的方式，因为当你的手里有准备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会慌。恐慌往往来自于无助，而准备恰恰是无助的解药。我们再把帕克讲的粮食危机拆开来看得更仔细一点，他不是随口喊一句没饭吃，他是把好几条线索绑在了一起。第一条是天气，他反复提到接下来会有大量的农作物欠收，当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该放晴的时候却一场洪水，全球的粮仓就会跟着缩水。第二条是海洋，他特别点到渔业资源的枯竭。要知道，对全世界1大半的人口来说，鱼就是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大海也开始给不出足够的渔获，餐桌上的缺口就更难补。第三条是运输与冲突，一旦某个关键的航道、某个重要的产粮区被战火或对峙卡住，粮食就算种得出来，也运不到该去的地方。这3条线一起收紧，结果就是帕克所说的，贫穷的地方会出现真正的饥荒，而富裕的地方也得勒紧裤带过日子。这里面还藏着一条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线，那就是能源。你可能会问，能源跟吃饭到底能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现代农业从耕种、灌溉一直到肥料的生产，几乎每一个环节
都离不开能源。一旦地缘的冲突推高了石油与天然气的价格，肥料马上就会跟着变贵，运输的成本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到最后这些成本全都会一层一层的叠加到你餐桌上那盘食物的价格里。帕克预言里的那些动荡，中东的革命，欧洲的能源焦虑，本质上都会透过能源这条看不见的暗线，悄悄地去拧紧全球粮食的那一根弦。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某一件事出了问题，而是好几件事一起发作，彼此放大，环环相扣。这也正是为什么他要你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就提早做好准备。你不妨想象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那不是电影里那种末日场景，而是更贴近生活的东西。是你走进熟悉的超市，发现某些货架空了一半，是同样一篮子菜，价格悄悄翻了1倍，是你开始认真盘算家里的存粮还能撑多久。帕克的警告正是想让你在这个画面真的出现之前就先有所准备。这也是为什么在这4件大事里，粮食是唯一一件，它不只是要你知道，更是要你动手去做的事。讲完了这4件大事，我们不妨退后一步，看看帕克想透过这场直播真正想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你只听前面那些内容，你可能会觉得2026年简直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灾难，让人喘不过气。但帕克自己反反复复地强调，这背后的核心并不是一个绝望的讯息，恰恰相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讯息。他说，无论是国家的崩解，还是大地的巨变，这些其实都是旧世界在退场，新世界在诞生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阵痛。在他所描绘的那一幅更宏大的图景里，这一切的最深处正在发生一场他口中所说的大觉醒。人类会在这场巨大的动荡之中，慢慢地从沉睡里醒来，重新意识到我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承受命运，我们其实拥有改变身边事物的真实力量。帕克在转述那些古老智慧的时候说，无论你信仰什么，或者你什么都不信，你心中善良的念头，你向这个世界发出的祝福与疗愈的心意，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都会产生真实的作用。他说，念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甚至认为，正面的思想，行善的举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减轻那些灾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像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正向的选择能够化解厄运一样。在他看来，当数十万人，甚至全世界的人，一起朝着一个更和平、更美好的方向去想、去做的时候，这股集体的力量是足以撼动现实走向的。这听起来或许有点悬，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比单纯的恐惧要温暖得多的视角。而且帕克并不是要你坐在那里空想就好，他说，那些古老的智慧也给出了具体的方向。无论是印度传统里的各种祈福仪式，还是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文化里发自内心的祈祷，都被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格外有力量。他甚至说，光是这个频道就有将近数十万人在收看。如果这么多人，再加上其他角落里同样在传递善意的人，一起朝世界发出一个正向的念头，那会是一股多么庞大的能量。他想做的其实是把全世界本来各自分散的善意串联起来，让大家不再只盯着彼此之间的那些分裂与对立，而是重新意识到拨开不同的肤色、语言、国籍，我们其实是同一个人类，是同一群在不同身体里的灵魂。说到底，帕克把2026年形容成一场巨大的阵痛，是有深意的。阵痛很疼，疼到让人害怕，可阵痛的另一头往往是新生命的诞生。他相信，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不是走向终结，而是走向一次脱胎换骨的觉醒。当我们从沉睡里醒来，我们得到的不只是看清现实的眼睛，更是一双能够去改变现实的手。所以你看，帕克这4个听起来惊天动地的警告，中国分裂、欧盟解体、日本海啸、全球饥荒，把它们串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4个面向。一个关于崩解与重生，关于恐惧与希望，关于命运与选择的故事。他把最坏的那些可能性毫不留情地摊在你的面前，并不是为了要让你害怕，而是为了让你清醒，
让你准备，更是为了让你记得。在最黑暗的预言里，他始终留着那一束光。最后，我还是要替帕克补上他自己最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这些终究都只是他个人的直觉与推测，未来从来都不是被写死的。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它最后有多准，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我们在此刻活得更清醒，更懂得珍惜，也更有准备。天要怎么变，我们未必能够左右，但是手里留点余粮，心里存点善念，脚下站得稳一点，这些事情永远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